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每天甩甩手，长长又久久。你知道吗？曾经在公园里面有一个动作非常的风靡，因为这个动作简单做一做就能锻炼到我们的全身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，而且甩手这个动作也在很多的栏目当中分享过很多的一些专家、一些老师都给大家分享过。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他还是掌握不住甩手的精髓。我们常见的很多人甩手是这么甩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甩。在甩的时候，他单纯的就甩到一个手臂。其实你记住，真正的甩手功是什么？它是能让你从我们的上到下都能够锻炼到的，这才是真正的甩手功。我今天会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你们跟我做，不要做多，做10个，身上就会发热，有的朋友会出汗，这都是非常好的。那么大家如果感觉动作有用，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。那么甩手呢，其实有2种甩法一种叫做单甩，一种叫做双甩。那我分别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单甩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来说，它是能够去伸展到我们讲的叫螺旋链就是整个身体，你看像螺旋一样的伸上去，用力量甩下来，这叫做单甩。然后借着这个力，再怎么样甩下来。好，1、2、3。很多朋友看起来感觉很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它难是难在它的发力。你们看一下首先我们慢慢的把身体，你看，随着我转向，我的脚尖离地侧向一面，然后手往上伸到你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的身体要微微的往下沉，整个手要瞬间的施力。什么意思呢？把它像鞭子一样的挥打下来你看，1下来以后，借着这个惯性，身体也转过来了，然后把那个手伸上来，2、3、4、5就这样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的丝滑。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单边的练，比如这样，1，好，慢慢的转到另一边，然后2，注意你的脚要抬起来，3、4就这么去做。刚开始去做的时候，不要追求这个整个力要贯通，这么去甩。刚开始追求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手能瞬间放松下来，往后去一带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它整个力量就会很柔顺。那么这是单甩，单甩的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它能让你的整个身体更柔韧。比如说我常年久坐，我经常这个久站，我的身体这个旋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困难。比如说有人在后面喊我，人家是转头，我要转半个身子，这么转着才能往后去看到。那你的整个身体的旋转能力就变弱了，久而久之，你的人的这个状态就会下降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什么呢？就做单甩单甩。那么如果说你感觉你的旋转能力挺好，但是呢，我感觉我自己的这个循环的速度变慢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锻炼身体用双甩。怎么甩？你看我们把手身子从侧面看一下这个脚是一前一后，然后我们手往上的时候，后脚抬起来，然后脚往后落，身子往后，这么一甩，像弹簧一样的。看好，来，1，配合吐气，注意看细节你们一定要看细节。看哪里？看手往上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就像一个绷紧的弓一样，你看像一个圆月吧。往下的时候，身体往后坐，啪一下，这个身体重量压在我们的后腿上面，腿成立，然后腿再发力，再往前。往上的时候胸挺起来，往下的时候就往后。在这样反复多次以后，它就能把你的整个身体拉开来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动作，腿脚手都锻炼到了。所以甩手你别看起来简单，每天就这么甩甩，这是糊弄呢。糊弄谁糊弄咱自己呢。咱自己每天就怎么样，单手的去甩，双手的去练。你这么去练上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同了。很多朋友就是通过了这个甩手什么这高那高你就去甩一甩你听我的，每天没事的时候做一做，就每个手你做一个50下到100下都行这是大伟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希望大家能把它收藏下来，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，你们收藏下来反复去看，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才是最棒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我是大伟，
谢了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腿脚的根啊，在于胯。很多人理解错了，他说腿脚的根啊是在于脚，其实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记住啊，你的胯的好坏就决定了你腿脚的状态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我们可以这么去想啊，就是我们把手放在这儿啊，胯的位置，你把你的腿啊这么去活动，你会发现里面一个凸起的硬硬的东西啊，在来回的顶你的手掌，这个地方叫做大转子。你听它的名字啊就明白了，大转子啊像个轴一样。那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你看腿来回摆动是围绕着哪里转？是围绕着这里转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跑步的时候，大步跑步的时候，腿往后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腿的摆动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整个胯部，所以叫腿脚的根在于胯。这个胯这个地方啊，咱们如果说摆动的越大，理论上来说，你的走路啊，你的跑步啊是越有力量，你的腿啊迈动起来也会有劲。现在有很多的人啊，他是走路的时候啊，这个腿啊抬不起来，腿啊特别的重，而且呢，这个腿啊感觉就是里面很多地方堵着不通，是为什么？其实就是你的胯这个地方没有打开。如果你的胯经常上锁，锁久了以后，你的整个胯部就僵了。胯一僵，你的走路就开始怎么样？摆动幅度会慢慢的变小变少，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打开你的胯，把你的腿脚的根给打开。胯只要一打开，你会发现腿脚走起路来有力气，走起路来又快。我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。大家感觉好的，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咱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。胯怎么打开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只要掌握绕胯法就行。怎么去绕啊？很简单啊，大家看哈，我们平常常见的啊，一般都是这么去做啊，绕胯。你看很多人运动的时候都会把胯绕一绕，为什么？要让我们的这个腿啊摆动幅度变大。但是这只是绕胯法的其中一个环节，我们正确的绕胯法是这样的，你看，以我的右侧为例啊，把我的右腿往外去迈开，脚尖点地啊，大家看好，腹部收紧，然后把我们的腿向外侧去抬，抬上来以后向内去折，折进来以后往下去绕，这个就是叫做正绕胯。然后反绕胯，就是我们常见的。再来正绕胯，反绕胯。啊，你这么一来一回，就把这个胯里面的这个结、这个锁给打开了。所以我们记住，起脚的姿势是这样的啊，脚往外迈开，抬腿，夹，然后往下，然后再去一个连贯的回来，再抬腿，夹。再回来，这么一来一回连贯起来，你会发现做完以后啊，这条线都很酸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地方啊是经常不怎么用力的，它也是一些结，你把它打开了以后啊，这个地方慢慢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啊，一些新手，他站都站不稳，你让他去绕胯，他很难做到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开始去做，找一堵墙，你扶着这个墙，先把脚往外打开，先练习什么？抬腿。先练习抬腿，你在抬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就在用力。抬腿上来以后折，往下，然后一气呵成绕回去，再抬腿，抬个2、3下以后，抬腿折下，一气呵成再绕回去，这个你就把胯给打开了。你看绕完胯以后，我这个腿啊随便摆动一下，你看一下，非常的轻盈。再换这一侧，这一侧没绕啊。看一下，摆动的幅度是不是没有那么大？其实我用的力量啊，你看，我用的力量啊都是一样的，摆动的幅度是不是没有那么大？这个腿你看摆动起来，轻轻的摆动，它就能像鞭子一样甩出去。为什么？胯打开了，走起路来，你如果闭着眼睛走路，你会发现你的腿都会走的是歪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它灵活了，它迈的步伐会更大。所以我们每天绕胯。右腿绕完了以后，你的左腿千万别忘记折起来下去，再一个绕回去啊！你看就很简单啊，就这么去绕就行了。每天多做一做，记住腿脚的根在于胯，把胯打开了，你的腿和脚就会非常的棒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了呀。
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你的腿脚是不是特别的沉重啊？感觉就像灌着铅一样，出去走路啊或者爬楼啊，都感觉这个腿脚啊又沉又重。特别是做这样的运动啊，比如说腿往上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里面的肌肉啊就仿佛生锈了一样，变得特别的僵，特别的紧。咱们自己啊摸一摸，自己想一想，感受一下你自己多久没有给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个深度的拉伸、深度的拉筋了？很多朋友啊，我让大家你们摸一摸大腿的后侧，摸一摸你的小腿，你去摸一摸，仔细感受一下，是不是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小疙瘩、小结节？这些是什么？就是堵着的点。我们没事啊，至少1周要去给我们的腿部做1次深度的一个拉伸。我今天教给大家2个方法，你们这样去做，你会发现，当你的腿拉开了以后，你这个腿脚啊就很有劲，而且走起路来也会非常的快。这个感受啊，都是我们做完以后就能达到结果的。好了，我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感觉动作有用的朋友们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看内容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来讲小腿的拉伸。小腿呢有第2心脏的一个美誉啊，所以小腿的拉伸很重要。小腿的拉伸怎么去拉呢？常见的是让你的这个脚啊踩在楼梯的台阶上，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台阶，对不对？我们脚就踩上去，身体往前，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拉伸方法。那么今天我教大家另外一种啊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既能锻炼到我们的大腿，也能去拉伸到。那么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要拉伸的腿放在前侧，身体往后侧的腿去靠，整个腿啊承受着，你看单腿承受着我们的身体的重量，把我们的这个脚前腿的脚跟，你看放在地面上，然后整个人往后啊，身体你看往后这么一拉，脚尖往上去勾，腿往下去压，这么腿往下一压，好，就这么保持住，脚尖用力的往上抬。这种拉伸方法和我们啊放在上面这个台阶上面有什么区别呢？这种拉伸方法它是有技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通过了它的一个这个对抗肌，比如说我们的胫骨前肌群，它的一个发力，就能让我们的腓肠肌能达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拉伸层次。你看，这么一做就行，手往前这么一抱，做上一个3到5秒钟，动作也非常的优雅，然后再换一遍，身子一转，转好了以后，把我们的身子调整好，脚往上一勾，大家注意看，脚往上一勾，往下一压就行了。这就是小腿。你脚抬的越用力，小腿绷得越紧，包括你的大腿后侧都有这种感觉。保持住，好，3到5秒钟就行，然后再换腿。这样的话，你来回的换一下，你会发现大腿的肌肉也能锻炼得到，小腿也能拉伸得到，这是动中带练的一种效果。然后呢，我们做完了小腿以后，大腿的拉伸常见的是怎么样？常见的是这样去拉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跑步的朋友都会这么去拉，手扶着墙，脚这么去拉，脚往后越抬，你这个大腿前侧拉的越不错。这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但是我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细节，你们去注意啊，手抓着脚脖子，另一个手扶着墙，把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，你看往后绷这个脚你看往后，就是说脚要做一个什么动作，往下这么压的动作，你看这么压着，绷紧了，绷直了，然后脚趾也要往回这么抠着这个咱们鞋底的感觉，这么一拉一抠，然后再转一转，脚脖子再转一转，它就能更好的、更深的把我们的这条经络给打开。所以你看，拉伸当中有很多种方法，但是里面的细节讲的人不多。你们去试一试，你单纯的做完一条腿，2个腿活动一下，你会发现2个腿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？大腿内侧。日常当中，我们经常可以把腿怎么样分开来，比我们的肩膀要宽宽大概1.5倍左右。然后你看，这时候我们臀部胯部，你看往一侧一歪，一歪以后，你能发现这里这条线它变紧了，这是我们内侧变紧了。然后变紧了以后，我们保持住，用你的另一个手去拍打我们的大腿后侧，从下往上去拍，拍到哪里？拍到我们的臀部后侧，看一下往上，手呈空心或者拿小拳头都行这么去拍，胯部一定要歪着，它就像弹弦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弦绷紧了以后，像弹那个吉他一样，慢慢的把这个弦给它弹开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
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你看，比如说我的胯部啊往我的左侧啊，这个时候我的右腿它不就绷紧了吗？我从后面就顺带着直接，你看很自然的就这么拍起来了，啊，拍的感觉非常不错，一直拍到臀部啊，拍到臀部，你千万别拍到这个大腿根部就不拍了，拍到臀部啊，拍到臀部啊，继续做个3遍，你这个筋就打开了。就这么做，做完以后，你去转一下你的胯，你看轻不轻松？去转一下，绕一下，你看一下，腿拉开了，你会发现脚底啊，就发现非常的舒服。有的朋友一拉开就感觉一股暖流往下涌，特别的棒。这个动作啊，就分享给大家了，一共3个动作，分别是我们的小腿的、我们的大腿前侧，还有我们一边拍一边打我们内侧的。3个动作，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，会让你的腿部不一样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。没有关注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都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身子弱，不是这里出毛病，就是那里出毛病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来扰。而且这些问题呢，你说你要去医院做个小的一个刀吧，其实也不至于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不去解决吧，你去看了吧，它也是一直缠着你自己，就是很难受。有的朋友即便有很强的这个养生意识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问题还是困扰着你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，我们归根结底就是3个字：免疫力免疫能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样的免疫能力，有的人他的免疫能力好，他80多岁以后他依然很强壮。有的人呢，他天生生下来以后，他的免疫能力就非常的弱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找他麻烦。你没有经历过的人，你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大伟就把咱们各中老年朋友们常见的一些问题，把它摊开了说透了，让大家知道怎么办，以后不再迷茫。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你要知道，先天上面的一些弱的问题，我们都是可以去加强的，而不是说我们束手无策。那么如果说你非常依赖于去医院或者一些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也是不一定是一件好事。那么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能力调节，加上我们自身的一些锻炼，就让整个人的状态起来。所以呢，中老年朋友们你记住，我帮大家简单的概述一下，就3点。一个，平常多关注自己的体态。什么叫体态？你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平常总是佝偻一个这背这个背总是勾着，脖子往前探着。你都这样了，然后你说老师我这个脑供血不足，我这个肩膀疼，你当然会这样了。我们就算好的人，你把肩膀天天这样，你去勾上1个小时2个小时，你去活动一下肩膀，你都打不开。脖子后面只要一往前，你会发现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，头都抬不起来，整个活动都被打乱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往上走的这个脑供血能足吗？肯定就不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日常当中我们要多关注我们的体态，整个人要板正起来，直起来。那怎么去板正呢？非常简单，家里面都有墙，是不是？每天把你的背背后这2点，每天就对着墙，把你的腰部、腹部一收，对着墙。刚开始可能困难，你就这么对着墙去站，脚跟对着墙，每天就这么站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墙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参照物。你身体越能贴近这个墙，把它站好，每天3分钟到5分钟，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体态就起来了你体态起来了，你里面的我们的五脏、我们的心肺，它就会回归到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们也要去关注体态。那么说到体态，还有一个题外话，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钙含量足不足不要忘记补钙。有很多朋友他体态不行，都是因为你看孩子小的时候知道给他补钙，自己长大老了以后不知道补了。钙怎么来？平常那个小虾米干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把它切一切，剁碎了自己烧饭的时候多放一些那个小虾皮，平常多晒晒太阳。没事的时候去给我们的大的这个，比如说膝部进行一些敲打，每天没事的时候多震震脚或者你靠一靠墙，多撞撞墙。
都是非常好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。如果你感觉你是因为钙含量不足，你就每天没事撞一撞，跺跺脚也行，撞撞墙也行。如果是体态不好，单纯体态问题，你就去站着墙，很简单吧？第一个是体态，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你的心肺功能。心肺功能这是一个大区啊，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心肺功能啊太差了，太弱了，弱到什么程度？起来走2步路没有劲的，蹲起来一站起来，哎呀眼前一黑，躺着一起来啊眼前一黑，这个是什么？你的这个心脏啊要把它强化。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，我们如果心肺功能不好怎么办？在家里面去练习超慢跑。超慢跑这个动作啊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内容给大家分享过，无非就是原地慢跑啊，就是原地慢跑，没有什么讲究啊，手摆动起来就行，这就是超慢跑。每天3到5分钟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你花了时间去做，总比你以后啊提着这个拎着那个去这个大房子去医院里面排队2、3个小时要强得多吧？每天花上3、5分钟的时间，非常简单啊，超慢跑练起来。再到然后，第3个去关注什么？去关注你的手掌。你的手掌的话，你要去看你的手掌厚不厚。有的朋友这个手掌啊薄薄的一层，特别是我们虎口这个位置啊，你去看一看厚不厚，捏一捏。如果说你的手掌不够厚，那么一定要记住啊，平常没事的时候，把你的2个手指捏起来，把虎口凸出来的点这么去敲，每天去敲上一个200下，就这么去敲，这是一个升阳的口，把你的阳气往上升的啊，每天就这样去做一做，这样敲200下以后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你的虎口变得饱满了。同时饮食上面也要注意，就比如说我们要红枣啊，像洋葱啊，这些都要多吃一吃，包括一些蛋白质，鸡蛋当中啊，优质的蛋白嘛，你看蛋、奶、鱼、虾，这些都要多吃一吃啊，补充优质的蛋白质。你这样去按照去做，按照这个思路去走，你就会发现，慢慢的你的身体啊就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因为身体的发展它是均衡的，首先需要原材料，原材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蛋白质是需要的，优质的蛋白，不要植物的蛋白啊，优质的蛋白就是蛋、奶、鱼、虾、肉，就这么5样，你去找就行了。鱼和虾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其次就是钙含量，钙含量有的朋友是吃钙片，吃了不吸收，为什么？你每天去吃，你身体都没有这个信号，它怎么去吸收？你就要去跺脚，每天去跺脚，你让你的骨骼开始感觉到它的脆弱以后，自然而然有信号以后，它才会吸收。所以跺脚和撞墙配合钙片，配合太阳补钙，这样总结一下，明白了吧？再一个就是什么？你的体态不行的就去站墙，很简单。还有一个很好的锻炼动作，如果说年龄大一些的朋友不要去做了，60、70的都可以去做，去吊单杠啊，双手抓着这个单杠去吊。如果说你吊不起来的，你就怎么不做呢？每天这么去捏，把手这么去捏，增加自己的握力啊。我们身上讲啊，这是第1个心脏，小腿第2个心脏，手上这么去捏，第3个心脏啊，就这么去捏，每天去捏，按照这个步骤去走，你不需要去做很大的、很累的一些运动，就这样去做就够了。啊，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。咱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关注大伟啊，喜欢大伟，一直支持大伟，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掏心窝子的话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。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。